哦，没想到兄台功力竟如此深厚，我当日真是小瞧你了。你们先吃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也先走了。 认识啊。啊，后进来那个，看穿着，应该是天元派的人吧？他是天元派掌门李莫夫的亲传弟子，术法一流，剑术超绝。我认识他，但他不一定记得我。兄台，兄台请留步。兄台，多谢出手相助，这份情灵迹山算是记下了。兄台。 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你呢随时开口，不用客气。不过这么说回来，你我二人算是有缘了。不知师从何门何派，是否去过灵溪？前辈，要不要进去坐坐？我虽然不能喝茶，但可以给你泡。不用了，改日吧。嗯。白师兄，白师兄，没什么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啊。饭要凉了，你不吃吗？ 哦，几日不见，气色不好，你生病了？你呢？有什么要送给我的吗？没有啊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不行，这是要送给别人的。那日饭堂一瞥，我还未曾正式拜见前辈。前辈，新师妹这样叫你，我便随她。怎么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我与天元派毫无渊源，与你更是萍水相逢，未曾指点，也没有助力，当不起你这声前辈。我与新师妹师出同门，你对她多般照顾，我自是感激。可人与人相识，不都是萍水相逢？ 难道前辈和师妹早就相识？既然你是修道之人，就应该知道机缘二字。有的人虽然只见了一面，却感觉缘分颇深；而有的人虽然日日相见，却生出了仇怨。所以啊，凡事无定论，因人而异。看来我是不得前辈喜欢了。陆前辈跟你说笑的，莫要当真啊。 陆前辈人很好的，像我这么资质愚钝的，他都愿意多加指点。像师兄你这样天资斐然的，那相处久了就会更好了。但愿如此。师妹说前几日前辈出谷办事，去了什么新奇的地方？有何趣事？一点私事，不方便透露。 前辈的山石画得好，比例遒劲，棱角分明。只是仅以水墨作画，黑白晕染，倒也显得单调无味。尤其是那山上的草木和花朵，若用色彩点缀，岂不更加好看？前辈是不喜欢色彩吗？不喜欢。比如你发簪上的蓝靛色，就是我最讨厌的颜色之一。
走了。陆前辈是不喜欢白师兄？是啊，以后你离他远点。为什么？天元派只分得5枚宫山玉牌，他们却报了20枚。20枚，不偷不抢不杀人，你说这20枚从何而来？现在你手上有3枚宫山玉牌，小心他把主意打到你的身上。看不进去就别看了。在想白松英啊？没有。林慕寒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听到了吧？听到，他说白师兄偷了他们灵迹山的牌子。我觉得他说的不是真的。天元派是12仙门之首，但论起实力，灵迹山跟他们也差不了多少。这些年这2家一直都不对付，更何况那林少宗主也不是什么善茬，这几天昼伏夜出，肯定也在打别人家玉牌的主意。是什么意思？你心里已经有了论断，我说什么也都没有用了。我说的不对吗？难道前辈也觉得那个林慕寒真是清清白白的？你说的都对，但站在我的角度来看，这2个人没有一个是好人。灵迹山宫山玉牌报了10枚，天元派报了20枚，一个比个胃口大，一个比个吃得开。赢了的就沾沾自喜，输了的便恼羞成怒。白师兄不是那样的人。你很了解他？我师父新雄曾是天元派的长老，后来与掌门李莫复起了局域，才离开天元派，另起炉灶。所以以前我跟白师兄同在一门，都是天元派的天骄弟子。天骄，你们还真会给自己起名字。这不是我们自己起的。前辈没听说过风大人的预言吗？说9月初9出生的孩子中，有人族的继世者降临。我和白师兄都是9月初9的生辰，所以自入门起就被冠以天骄之名，寄予厚望。都说这天骄精彩绝艳，出生起便不同凡俗。但是我这么多年一直修为平平，不仅学得慢，忘得也快。怎么会呢？鱼息术我只教了你2遍，你已经学得差不多了。可是跟天骄比起来还差得远呢。就好像一门功法，普通弟子学要1、2个月，我学倒是10天就能默背如流，但是还是会被长老们责骂和嫌弃。我那时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后来被长老们多次数落，我就暗下决心，若再有人逼我，我定回家去。然后当天晚上，我就又被狠狠骂了一顿。我从后门离开，选了条最荒凉的小路下山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竟然有人在此处练功。人人都说白师兄天资聪颖，天赋极强，凡功法过目不忘，任何兵刃上手就能操练。那天晚上，我看着他将一招最寻常的归雁式练了500多遍，直到天明。自那之后，我便再也没有想过要离开宗门了。每当我有学不会的功法，背不过的口诀，我就会想起那晚，想起白师兄的身影。这么看来，你们俩确实没什么天赋。一点都没有继世者的样子。是谁规定继世者必须天赋异禀？那后天勤奋难道就不配吗？要不要试试呢？你有办法，
检验谁是继世者。试试你的眼光。啊！新师妹，白师兄，你找我？崇灵谷四季如春，常年翠绿，气候温度都适合居住。若你我二人并非修行之人，隐居于此，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去处。我记得早些年的天元山也很好，那里冬暖夏凉，后山开着姜草花，那结出的果子酸酸甜甜的。后来离开天元派，就很久没有尝过那个味道了。果子是甜，但夏日太热了，热得连蝉都不叫。但人还要练功。师妹住过天元派的弟子房，应当知道天元派弟子们的苦衷。师兄是天骄，是掌门师尊的亲传弟子，那待遇自然跟我是不同的。那会儿门派里的天才地宝，都会如流水般送入师兄的房内。那长老们为了让你专心练功，连寒破香都给你了。据说那寒破香燃上有一股幽幽暗香，可以驱蚊避虫，还十分的清凉。原来师妹在这儿等我，我的确带了寒破香。等我去拿。哎，白师兄。师兄，我是有话同你讲。你说。其实，我一直很喜欢师兄。师兄是宗门天骄，天资出众，样貌俊朗，待人也和善。我想，不只是我，天元派上下，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师兄的。或许师兄对我没什么印象。但我在天元派的时候，听到最多的字，就是师兄的名字。你我都是9月初9生人，可我跟你比起来，实在是逊色了不少。所以那会儿，我还有点不服气的。你我修道之人，心中有不屈之气，修行便可精进。是啊，可直到那日，我实在受不住宗门严苛的训练，我就收拾了包袱，偷偷溜下山去。可我却在树林里见到了苦练的师兄。从那日起，我便将师兄视为我一生追随之人，是对手，更是榜样。我甚至觉得，如果风道人的预言是真的，9月初9出生之人，真的会有继世者，那我觉得那个人，一定是你。师妹有一句话说的不对，我对你印象也很深刻。我可以叫你阿心吗？我听新雄长老这样叫你，便以为你叫阿心，直到那日宗门比武，在弟子名册上看到你的名字心梅。不过我觉得阿心更亲切些。白师兄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说。你觉得不朽丹是好东西吗？自然。长生住世，不死人间，这是神仙才有的本事。现在凝结在一颗小小的丹药之中，只要服下，便可享无尽寿命。多少修者求之不得，怎会不是好东西呢？那师兄，很想得到它吗？不光我想，天元派、灵寂山，所有集结在崇灵谷的人，无一不想。阿心来此，不也是为了不朽丹吗？是啊，我起初是这么想的，可现在我不这么觉得了。白师兄，天元派在长生殿上报了20枚不朽丹，你们真的有那么多宫山玉牌能兑换吗？世间大任，
能者居之，稀世之宝，强者享之。更何况这些年天元派对崇灵谷助力颇多，莫说是金银珠宝这些俗世之物，便是上等的法器草药，予取予求。这20枚宫山玉牌，师兄，你说的道理似乎很大，一时半会儿也讲不明白。不如我换一个简单的问题来问。好，白师兄，蔡长老是你杀的吗？不问自取，是为贼。尊称阁下一声前辈，你便如此行事？不问自取是贼，那杀人越货呢，又算什么？前辈慎言，即便你与崇灵谷交好，也不容你辱我天元派的威严。懂了，能做，但不能说。宫山玉牌事关重大，不管前辈是何背景，有何目的，今日若不交出这玉牌，怕是走不出去了。宫山玉牌是无主之物，你怎么抢来的，就怎么从我手中抢回去。失礼了。还打吗？打！陆前辈，你的玉牌也在里面。东西我带走了，你应该庆幸今天遇到的是我。如果遇到一个像你一样心狠手辣的，那你今天就跟蔡恩一起共赴黄泉了。前辈真的想好了吗？今日你若是踏出这个门，便是与我天元派为敌。那你可要记住了，抢走你东西的人是我。天元派如果有任何的意见，尽管来找我，千万别找错了人。
不走吗？都看清楚了吧？前辈，你有什么习惯吗？比如翻书时用食指，喝酒前转一下杯沿，这些都是习惯。我想，我对白师兄也是习惯。我习惯了总瞧着他，小时候拿他当榜样，长大后拿他当念想。可这习惯很难改。现在改还来得及。他这个人，心思不纯，做事手段不干净。你如果还有其他的想法，不如从现在，好好的想清楚了。我没有了，真的？现在真没想了。你敢说你以前没喜欢过他？我就是一点点。只要他是天元派掌门首徒，也不可能喜欢我。我也就心里想想，什么都不敢做的。你这还叫什么都不敢做啊？我做什么了？你有了心上人啊？你想借我的死，去除掉你命中的煞气，好让你和你的心上人双宿双飞，对吗？我算了，来，这些给你。哎，我不要了。我这几天思来想去，觉得这不朽丹未必是个好东西。为什么？自苏神医开路消息传出，道众县门齐聚崇灵谷。你看这短短数月，闹出多少风波？这玉牌上沾了太多人的血，实在是。结局难改，希望将来的某一天，能有万全之策吧。我倒是没想着什么结局，什么未来，只是想着，长生的一个没见着，死人倒是见着不少，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没错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陆前辈，苏神医真的能造出不朽丹吗？那吃完真的能长生不老？实在是。结局难改，希望将来的某一天，能有万全之策吧。我倒是没想什么结局，什么未来，只是想着长生的一个没见着，死人倒是见着不少，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没错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陆前辈，苏神医真的能造出不朽丹吗？那吃完真的能长生不老吗？你不是不想要吗？那我也好奇啊。不知道。那苏神医不是你的弟子吗？那这都没告诉你啊？不信的话，你去问他呀。他不会告诉我的。这里一共有6枚，我1枚，李四1枚，蔡恩1枚，林慕寒4枚。哎，你是不是少拿了1枚啊，前辈？不信的话，自己回去看。我还怎么回去看啊？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长生不老到底是不死不灭，还是延长寿命？是可以像战鬼人一样活上几千岁吗？哎，那几千年以后的世界那得是什么样啊？爱情。